快到年底的时候，公司裁员的名单下来了，我赫然在列，我震惊了。半年前才升任的副总，竟然要被裁！我握着手里的投资计划书，陷入了沉思。我正准备给公司投1000万，帮公司渡过难关的。公司决定裁员的时候，老板老张跟我商量过，公司近年来陷入资金流的困境，目前工资发放已然出现问题。做这个决定属实不易，都是跟随我们一路打拼的兄弟，放弃谁都很难。但公司目前必须轻量化运行，不然将举步维艰。我和老张探讨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拟定了名单，决定在年前把裁员的事情推上日程。人事部转身给我的名单中却多了一个我的名字，这是张总亲自确认的名单。人事部经理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哼，讨论半天，刚才可一点没给我提这事，转身就把我的名字加上了。裁员裁副总，这波操作属实让我看不懂了。我看着手里刚刚打印出来的投资计划书，投资人是我准备给公司投资1000万，帮公司渡过难关。原本正准备拿着这个计划书给老张一个惊喜的，他倒先给了我一个惊喜。虽说职场上很多事情看透不说透，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问个明白。半年前对手公司花高价挖我，老张为了留住我，给我升任公司副总。你是公司元老，我们并肩奋斗这么多年，希望未来你依旧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大做强。当时公司已经有半年没有给我发工资了，但他满脸真诚，最终我放弃对方开出的优厚条件，选择留下来。这才半年，公司竟先拿我开刀了。难道半年前的升职只是缓兵之计？我从一颗棋子变成了弃子，但我不甘心。公司走到今天，我是有汗马功劳的。敲老张办公室的门，半天没响应。人事经理走过来说张总已经出去了。我打他电话没接，发信息没回，感情这是躲着我的。这老奸巨猾，他的手段我是见识过的。跟他一起拿项目的时候，他为了能入围，各种机关可以全算尽。没想到今天这机关用在我身上了。他忘了公司成立之初，我为了投标拿项目，连续1个月没休息，天天干到后半夜了。他忘了当初人手不够，我一个人干5个人的活，连续半年没有休1天假，加班加点的把项目干出来了。他忘了他已经半年没有给我发工资了，因为资金紧张。他说老员工多体谅一下公司，结果他就是这么来体谅我的。他忘了公司的几个核心项目都是我负责的，客户的第一对接人也是我了。不，其实他没忘，他统统没忘，但他想卸磨杀驴了。其实早就有迹象，前几个月他开始让他侄女张莹跟着我学习项目，并以我需要兼顾公司管理为由，将客户资源逐步交给张莹来维护。我不是没有怀疑过，但毕竟我才被任命为副总，职权有调整也是正常的。原来他早就开始布局了，我这么玩命跟着他，换来的却是这个结局。我愤恨不已，拿出手机发了条朋友圈，无功一身轻，喝茶喝酒的可以约起来了。刚发送一会儿，一条消息弹出来，出来喝茶你在哪儿？我来接你。是刘哥，公司最大客户单位的负责人。刘哥公司的这个项目，我呕心沥血给他们干了2年，项目最后交付的很漂亮，在全市同类产品大比拼中摘得金奖。刚从外地分享项目成功经验回来，自从获了奖啊，那一天忙的到处跑，哈哈。刘哥一见面就大声说着，人还未到跟前，声音先到了。他一向这么风风火火的。今天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对了，你发的那个朋友圈什么意思啊？他笑盈盈的，我上了他的车。2年时间的并肩作战，我们早已变成了朋友。老张要把踢了。我回了一句，情绪不太高。什么？我看他脑袋是被驴踢了。当初咱这个项目过程中出了那么多纰漏，哪次不是你冲在前面解决的？他露过几次面？他到底怎么想的？不知道，躲起来了。我也是猛的。对了，你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刘哥看我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，他2眼冒火光。躲？有本事一直躲着，公司别开了。我找你是要跟你说，咱们这个项目因为1期反响好，现在要乘胜追击，做第2期了。这我必须还得跟你合作呀。我摊摊手，合作不了了，我马上办离职手续了。刘哥气得猛拍了一下方向盘，大骂老张不仁义。那你去哪家公司？反正项目跟你走，你去哪里，我就把项目交给那家公司，也算是你送给新公司的见面礼。刘哥看着我真诚地说，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，我很感激。我准备自己开一家公司。这个想法在我把投资计划书撕掉扔进垃圾桶的时候，在我脑海中冒出来。投资别人不如自己干，彩票中的2500万，税后2000万，捐了200万，还有1800万。中奖后的狂热进过去之后，我计划投1000万给老张，他正为拉投资的事情头疼。公司我待了7年，7年真的落实了张总把公司当家的理念，事事想着公司，投资公司，然后年底拿分红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
不想今日被公司背刺，或许这是给我了另一个机会，去干自己的事业。刘哥吃惊地看着我，林峰，看不出来啊，你家里这么厚呢，真要自己开公司啊？我郑重地点点头，我支持你，那这个项目就是你公司的第一个项目了。我向刘哥道谢，刘哥开怀大笑，然后他压低声音，故作神秘地说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刘哥，咱俩之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随便提。我要入股，我投点钱，占点小股就行。我欣喜若狂，刘哥在行业里那可是大哥级的人物，他运作项目的能力那可是有口皆碑，有他的加盟，那公司就稳妥了。那可太行了，我俩一拍即合。接下来是赶在春节放假前跑工商银行税务，找办公场所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老张还是没回我信息，据人事经理说他出差了。我回公司收拾东西，部门的同事都围上来，林总，连你都要走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公司要关门了吗？林总，你为什么要走呀？林总，你要去哪里上班呀？我淡然一笑，没有给大家做解释，大家不要慌，公司只要张总还在，那就关不了门。我也只是个打工的，我走了影响不大的，大家安心上班。有几个同事把我送到公司楼下，临别时，他们眼神复杂。林总，你去了哪家公司？能不能带几个人过去啊？我们想跟你一起走。我点点头，告诉他们没问题，等年后那边一旦稳下来了，就会让他们过去。这怪不得我，公司近几个月工资迟迟不发，大家也熬不住了。跟了老张几年，最后走了，连个面都不露，他惯会用这一招。以前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也总是能躲就躲，让我冲在前面。他说他是最后的底牌，不能轻易亮出来。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最后的底牌有多大，相信你很快就会露面的，而且是主动到我面前。老张，走着瞧吧，我们的战争要正式打响了，公司的一切事宜准备就绪。正好赶上春节，春节几天我也没闲着，做好了公司今年的业务规划，先一步步脚踏实地的来，然后春节假期一过，正式开干。我发了一个招聘的朋友圈，部门的同事划得来了好多个，团队就快速组建成了。大家都是轻车熟路，马上开工。项目如火如荼的进展着，刘哥相当满意。项目就是要抢占先机，越走到前面机会就越大。一天我和刘哥正在开会，一个电话进来，是老张。我跟刘哥递了个眼神，接起电话，怎么回事？你把我公司的技术团队都带走了？他上来就兴师问罪。张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年初好招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在朋友圈发了招聘信息，他们自己来应聘的，巧了，刚好也符合这边公司的招聘要求，那我也不能拒绝啊，是吧？毕竟还相识一场呢。你在哪家公司？一家新公司，不能跟您的公司比，又得从头开始了。不过希望这老板仁义一些，为他卖了命以后，可别以后也像您一样把我一脚踢开了。老张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正准备再开口说话，我说正在忙着开会，便挂了电话。这只是他着急的第一步，我知道他应该马上就会找上门。刘哥的这个项目也是他志在必得的。这几个月时间，张莹时常联系刘哥，跑刘哥公司混脸熟。刘哥对他并不感冒，打电话跟我抱怨，你们公司那个张莹经常给我打电话，但是项目呢，他又不熟悉，多问两句他就答不上来了，还是别让他来了吧。才接手项目总有一个过程嘛，刘哥你当大哥的，对小姑娘多担待一些。但现在他已经完全不接张莹的电话了，项目已经出来了，张莹却联系不上了刘哥。老张不慌才怪，我的电话刚挂，刘哥的电话又响了起来。不出所料，还是老张。老刘，2期项目怎么安排的？他故意装作不晓得，装莽是他的一贯伎俩。这个我不清楚呢，老张，我正在外地出差开会呢，先不说了。刘哥挂了电话，嘴里念叨着，你不是能躲吗？我也躲，看咱俩谁躲得过谁。我扑哧一下笑了，刘哥你咋跟个小孩子一样呢？我们料到老张很快就会找来，没想到他来的这么快。我正在办公室检查项目进度，小丽跑过来说，老张来了。哎呦，张总，你可是大忙人啊，我前面找了你好久呢，都没找到你，今天你咋还亲自来了呢？我笑着招呼他，小李，快给张总倒杯水，这地方不错呀。老张环顾四周，在沙发坐下。那得感谢你，张总，不然这么好的地方，你说我咋有机会来呢？我笑盈盈地看着他。老张面露尴尬，我前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在外面出差，没来得及跟你解释。公司不是困难吗？被裁的员工心里都不舒服，我就想着你带个头，等公司这个坎过去了，你再回来。呵，你当我是傻子呢？张总这么忙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呢？我始终保持笑意，对于他的解释并没有回应。听说老刘那个项目是你们公司在做，你知道我们前期都参与了的，就看能不能还是大家一起做。这我做不了主，老板说了算。我耸耸肩，你们老板呢？他也出差了。哎呀，他跟你一样，也忙得很。老张面露不悦，
尴尬的笑了一下。那等我们老板回来，您再来。好。老张离开后，小李又跑进来，老大，听说张总公司里面乱了套了，丰源项目客户大发脾气，把他们骂惨了。我还没有开口，小李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丰源项目是我开疆拓土做出来的，就是我连续半年没有休息，拼命加班的那个项目。听到客户不满，其实我还是心痛的，毕竟丰源的客户都是我一个一个用心服务出来的。我正思索间，电话进来，是丰源的周总。小林呀，你们公司这次派来的产品经理怎么回事呀？太不专业了，一问三不知。你还是来一趟吧。我知道，他说的产品经理是张莹。张莹原本也不是产品经理，他进入公司干过行政、财务、销售，后来老张让他转做产品经理，接手我手里的项目。他一下子接手多个项目，搞得晕头转向，时常出错。他的投诉电话已经接到多次了。周总，我没在公司了，不过咱还是朋友，你有什么困难，我必然在所不辞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都走了，那这项目还怎么做下去？项目不是已经做完了吗？难道是新项目？跟周总电话聊了很久，最后约了一起吃晚饭。我知道这个项目又要被我拿下了。不好意思，老张，客户自己会选定他想合作的人，我们就各凭本事吧。晚上跟周总吃饭聊得很愉快，我们把下一步的项目计划做了详细探讨。第二天刚上班，我就接到张莹的电话，峰哥，丰源那边不让我去现场了。她急得都要哭了。这小姑娘也不容易，原本就不擅长的事情，老张非让她上。那要不暂时缓缓，客户如果已经有了情绪，这时候咱就先别急，越急越容易适得其反。我也不想教他太多，毕竟现在也不合适了。这边电话刚挂，老张的电话又进来，真是变了天了。我离职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态度。裁员名单出来那天，我给他发的信息，他可是现在都没回。而且我过了几天回公司交接工作的时候，发觉我的电脑被清空了。是的，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所有的项目资料一扫而空。老张的手笔真够可以的，让我干干净净的走，不带走一点点资料。他以为我做项目靠的是电脑里的这点资料吗？太可笑，离职不带走资料，原本就是职业道德，这是放在桌面上说就是。这个事情也值得背后搞小动作吗？当时跟我交接工作的张莹跟老张打电话说明情况，老张继续发挥他装傻的特长，怎么会呢？没人动他电脑啊？那可能是电脑坏了吧？多么拙劣的说辞，太阴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把电话放一旁，不接。你不是不接电话吗？那咱都别接。不接电话，那就得麻烦老张跑一趟了。我做了老张再次上门的准备。老张真够积极的，下午刚上班他就上门了。他脸色很难看，一进办公室就一屁股坐下，把我甩在一旁。哎呀，张总，看到你我想来了。我也不说什么年终奖，就是我那工资啊，都拖了半年了，都拖到我走了，都没发。你看是不是给我解决一下啊？老张的脸抽动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我跟他提这茬。因为公司困难，他可着后来的新人，老员工则能拖就拖，后来连新人也开始拖。公司这几个月员工怨声载道，氛围很差。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，还因此起了争执。我说这些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，大家都指望着这点工资吃饭租房子的，工资不发，那大家怎么活？他不以为意，说现在年轻人正是冲事业的时候，就该把公司当家，有口饭吃饿不死就行了，不该去想东想西，生活的成本没那么高。搞笑，他以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像我之前那么拼命呢。我们多次因为工资拖欠的问题发生争执，他很不高兴。但部门的员工多次跟我反馈自己生活困难，我也是很为难，有些甚至都哭了。我想，可能这一点也是他踢我走的原因吧。他觉得这个事情上我没有站在他那一边，他觉得我挑战了他老板的权威。那我们就事论事，人都走了，没道理还拖着工资吧。看他半天没说话，我开始哭穷。张总，你看什么时候解决呢？半年没发，日子难过呀。他没有看我，脸色愈加难看。你难过什么呀？我查了，这家公司是你开的。正是因为开了公司，开支大，这员工也有不少呢，也得给大家发工资呢。我开公司之初可给大家承诺过，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工资。张总，你可不能陷我于不义啊。这番阴阳，傻子都听得懂。况且我开不开公司，跟你发不发我的工资也没关系啊。我让财务尽快处理一下。老张甩出一句，看来并不是解决不了，而是之前就不想解决。你现在开了公司，要跟我抢项目是吧？老张冷冷地把我看着。开门做生意这种事情不是很正常吗？大家各凭本事，客户愿意选择谁是他的自由。既然已经把话说开了，那就直接点。况且是客户主动找到我的，看来客户有点认人，不好办哦。老张压制着怒火，放下狠话，那就各凭本事。你以为我张波在行业里这么多年是白混的吗？您当然不是白混的，我呢跟着您也学了不少，说到底还得感谢您呢。
老张没有再理我，起身走了。不过，我们很快又见面了。我们的项目进展很顺利，陆续有之前合作的客户找上门来。毕竟我在行业内运营了7年，做事踏实靠谱，是有口碑的。很多客户说，冲着我的人把项目交给我，安心。几周的一个新项目已经挂网，我和刘哥综合评估了一下，一致认为利润有限，做的意义不大。不过，作为对业主方的支持，还是要象征性的参与一下的。在项目见面会上，不出所料，我跟老张又遇见了。他跟几个老总聊着，看到我进来，眼神中充满鄙夷，仿佛我不够格。我很平静，本来就是走个流程，这个项目我不会跟他争。会议结束时，我正准备起身离开，他向我走过来。这个项目你也想做？他不屑地问我，仿佛我是那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。当然呀，这项目这么多人等着的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肯定要争取一下的。我笑着回答，他更不屑了。你趁早退出吧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要以后输得太难看。看来他是志在必得了，项目的成本他没算过吗？这个项目他费那么大劲争什么呢？难道是因为我参与进来，更激发了他的斗志？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再给他加把火。这话说的有点早吧，张总？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，万一我就是那匹黑马呢？老张气的脸都绿了，这一下可是全然不把他的权威当回事了，他气急败坏。其实他冷静看一下这个局面，就知道这个项目的价值不大，但是他现在一心想战胜我，还有他的公司也确实急需新项目进来。急则乱，乱则危。企业如飘零的一艘船，如果掌舵的偏了航，那就危险了。老张，再走一步险棋，一步错则有可能全盘皆输。这个项目全程我都积极参与，但并不用心。但在老张看来，我就是要跟他抢。最后的投标时刻，因为我们标书中一个小纰漏，我们与项目失之交臂。我做出痛心疾首不甘心的模样。老张顺利中标，那天腰杆挺得特别直。他不知道他今日有多得意，未来就会有多后悔。项目接下来之后，麻烦就开始了。老张下面的人手不够，他开始批量招人，但因为公司氛围不好，招的人留不住，很多人一来听说拖欠工资，当天就走了。这些年轻人鼠目寸光，只知道看眼前，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潜力。听说他在公司大发雷霆，人员不足，只能现有的人加班加点赶工。可是这个月早已经过了发工资的时间，工资还是迟迟不到账。下面的人抱怨加重，消极怠工。小李找到我，又有几个员工想到我们公司来。可以啊，我们都欢迎，让人事去发招聘信息，让他们来应聘。好嘞，小李撒欢似的跑出去。老张那边每天像战场一样，每天都有人进，也有人走。我想起他从前的言论，人是最好招的，等着找工作的人排着队的，这个走了，再来下一个就是。我在他眼里也是这样的吧。任何一个人走，对公司都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，这也是他的言论，而且他始终坚持这么干。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，在他眼里只有利益而已。而我以前还顾念着这么多年跟他的情谊，心里把他当朋友当大哥。我太单纯了。我冷眼旁观，看他有什么翻云覆雨的能力，可以整治这混乱的局面。他的能力我还没看到，更大的麻烦来了。因为项目进展不顺利，客户十分不满意，合同签订了，但付款却一再推迟。后来要求要做出像样的样品，才会付一部分款。老张坐不住了，以当前公司的状况，是拿不出像样的产品的，更经不起这么拖款。尤其是项目前期，老张还垫了不少钱进去。他又出现在我的办公室，我们合作吧。他开门见山。我微微一笑，然后摇摇头，张总，不是我不想合作，而是我这里项目确实忙不过来，目前工期都排满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条件你可以提，当务之急是要把产品做出来交给客户。换做以前，他一说这话，我当天开始就要加班了，哪次不是急他所急，急客户所急？但现在这早已不关我的事，不是条件的问题，是我现在确实没这个条件。他瞪了我一眼，以为我在洗涮他。你毕竟是从我那里出来的，大家一起奋斗这么多年，多少还有些情分在吧？这个时候我有点困难，希望你帮我一把。啊，这个时候跟我打感情牌？删我电脑资料的时候怎么不说情分？把我放在裁员名单上的时候怎么不说情分？躲着我不见的时候怎么不说情分？我哑然失笑。张总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的，商场如战场，是最不讲人情味的地方。我可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，跟你最像的。老张的脸色由白转红，再转黑。良久，他吐出来一句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没必要做这么绝。可我不是绝，我是真的做不了啊。我当前的项目已经排满了，也是等着要交付的呀。他开口了，我就必须得帮吗？不帮就是我绝情了，
就该受到谴责了？没这个道理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么多年我才真心待我的客户，他们才愿意追随我。再说，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你我之间不要再谈什么情分，做好本分就罢了。我冷冷说道。他起身，我看到他身体微微颤抖。张总，你们拷贝走的电脑资料里有一份投资计划书，你没看到吧？那是我原本准备交给你的，可惜啊，你回去可以看看。他出门的时候，我对着他的背影说了这句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没有回头，走了。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大楼不是一天建起的，也不是一天倒塌的，但在倒塌之时，总有人会再推他一把。老张找了很多公司，但都没有人跟他合作。他阴质的作风，深沉的心机，让他在圈内的口碑并不好。外患还没有解决，内部矛盾先爆发了。之前离职的员工因为久久没有拿到工资，组成个小团队到劳动局把老张告了。以前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但老张并不在意，个人在企业面前如鸡蛋碰石头，以卵击石而已。他轻描淡写轻描地说，每次有员工要去仲裁，他就会让人事经理去联系他，然后把工资处理了，员工拿到钱也就不会再去走程序了，屡试不爽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先是离职的员工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去劳动局申请仲裁，后来在职的员工在部分人的煽动下开始罢工，也组成了团队去仲裁。老张的摊子一下子摊了，没过多久，他的资金被冻结，公司解散，员工大部分涌入到我的公司。我没有见老张，但我能想象他现在处境。再后来，听说有不少追债的人堵在他公司门口，砸了他公司的招牌。他卖了房卖了车，回了老家。真是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。那之后，我很久没有再见他。再次相见已经是2年后，再次见他是在网上。有天，张莹给我推了一条视频，说是老张在创业了，让大家多多支持。明显是群发的。我点开视频，看到老张在镜头里，他瘦了一些，但精神还不错。他在视频里侃侃而谈，分享着自己的创业之道。曾经，我的公司从我一个人到招来第1个人，然后2个3个，越来越多，最后达到上百人。短短几年时间，我们在行业内的地位遥遥领先。我摇头苦笑，关掉了视频。不知道他口中的这些人，他还记得几个，是否都只是他创业路上可有可无的工具而已。晚上，我参加项目的庆功宴，来了很多领导，我忙着应酬，现场好不热闹。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掏出来一看，是老张。林峰，你的那个投资计划书我看了，我现在在谈一个很好的项目，只要你投资就可以做成的，我们出来喝个茶啊。这边很吵，我听得不是很清楚，我又问了一句。老张扯着嗓门喊，你那个投资计划书还有效吗？我想了想，回答他，原本就是无效的，因为他没盖章。章是信用，是底线，没有这个就什么都不是。我挂断电话，老张的声音被切断，他的脸渐渐模糊。年底的行业大会上，我的公司被提名为行业新星，与市内领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。我们扩大了办公场地，人员已经翻了几番，大家干劲十足，预计年底还要再扩大。跟刘哥的2期项目早已成为了行业的明星产品。这2年，他马不停蹄地到处去做演讲，把产品推向了全国。过年了，我给每个员工都包了大大的红包。企业的每一个进步，每一步成功，都是大家共同奋斗来的。我始终把诚信和担当作为公司理念，未来的璀璨已近在眼前。